北周阁定北侯府，江初月在大婚之日遭遇惊天背叛，夫君萧景元及同父异母之妹江婉宁联手为夺兵符，血洗侯府，江初月也陨落于无情剑下。而就在生命消逝之际，却奇迹般重生回15岁，那个命运转折的起点。江初月，你到底谈不谈啊？江初月，你要是不行就赶紧下来，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江初月猛地睁开眼，不敢置信地看了看四周，眼前的地方让他觉得很熟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是重生了？江初月，你要是不会弹，就趁早起来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看着眼前稚嫩的少女，江初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这不是胡梦雅吗？15岁那年，我突然大病一场，导致外貌丑陋。姨娘非说我得的是会传染的天花，便将我送到了偏远的灵州来。我在灵州受尽欺凌，而欺凌最多的就是胡梦雅这个堂姐。如今的场景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上一世就是胡梦雅想让我当众出丑，好衬托她的琴艺高超，引得苏恒瞩目，最后如愿以偿嫁入苏家。哼，这一世别想得逞。江初月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你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现在胡家的脸也被你给丢尽了。麻烦站远一点，不要妨碍我抚琴。什么？既然给你台阶你不下，那么就看看最后丢人的到底是谁。接下来我们就洗耳恭听你的表演了。上一世的他的确是琴艺白痴，但为了萧景元，他努力钻研，甚至还学了一身顶级医术。江初月缓缓闭上眼睛，开始弹了起来。公子，这琴声真好听，听说这抚琴的是京城来的江家小姐，琴声是好，只可惜容貌。这样的琴声，又何须什么绝色容貌？虽然这琴声听起来磅礴大气，可是他还是听出了其中的哀怨。而另一边，众人沉醉在江初月的琴声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连素来喜欢音律的苏恒，听完江初月弹的这一曲，也被深深的吸引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江初月。这一幕胡梦雅全都看在眼中，气急败坏地指着江初月说道：“你作弊！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如何作弊？”胡梦雅憋着一口气，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随后，先生公布比试的结果，第一名江初月。这时，苏恒也朝着江初月走了过来。苏恒是灵州刺史的儿子，论其才貌出身，在灵州都是一等一的出挑。胡梦雅早就倾心已久。江小姐，你刚刚那一曲真是令在下永生难忘，在下手中私藏有几本琴谱，如果江小姐不介意的话，能否有机会和小姐探讨一二？胡梦雅气得发抖，不甘心自己的风头就这样被江初月抢走。江初月，姐姐，我怎么不知你从前有如此好的琴艺？江初月却是不语。胡梦雅的脸瞬间变得狰狞起来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就算今日一曲再惊艳，说到底你不还是一个丑女罢了。弹琴弹得再好又有何用？但凡是个男人看到你这张脸，都会恶心的想吐。突然，他伸手想要扯去江初月脸上的面纱，想让苏恒看清江初月的丑陋模样。而江初月早就看出了胡梦雅的意图，身子猛地一闪，胡梦雅整个人扑了个空，脸朝下狠狠地摔在地上。看见摔得鼻青脸肿的胡梦雅，江初月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江初月，都是你干的是不是？刚刚可是你自己突然冲过来的，苏公子也在场，他可以作证。刚刚的确是胡小姐突然冲过来。胡梦雅咬着牙，恶狠狠地瞪了江初月一眼。江初月，你等着，等回了府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小姐，崔嬷嬷。江初月的声音几乎哽咽，眼泪再也撑不住往下掉。崔嬷嬷是她的乳娘，从小到大一直照顾她，几乎相当于她的半个娘亲。上一世为了保护江初月，惨遭江婉宁的毒手。一看见江初月在哭，崔嬷嬷立刻咬着嘴唇，有些气愤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是不是那个胡梦雅又欺负你了？老奴这就去找她评理。”“不是，我没事的，崔嬷嬷。”崔嬷嬷是个十足的火辣脾气，在灵州也是多亏有她护着，江初月才能安稳撑到回京之日。离开的路上，江初月跟崔嬷嬷讲了今日发生的事情。崔嬷嬷听后只觉得痛快无比。小姐，你做得对，对付他们这种恶人就应该毫不客气。江初月被她的样子逗笑了。依胡梦雅的性子，又岂会善罢甘休？等下回去指不定还有什么等着我。既然如此，先不回去了。崔嬷嬷，先陪我去逛一趟药铺吧。小姐，你个女儿家的逛药铺做什么？
崔嬷嬷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自然是有我的道理。在没有生病之前，江初月也是个绝世美女，只可惜这突如其来的怪病一下子毁了她的容貌。江初月买了些药材和配置好的药粉，刚走出药铺的大门，迎面而来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江小姐，这是我苏家的家传琴谱，小姐是知音之人，所以在下便想冒昧将这琴谱赠予小姐。苏恒的样子中带着一些紧张，苏恒是个音痴，这琴谱代表什么，江初月自然比谁都清楚。苏公子，这琴谱太贵重了，恕我不能收，我乃是京城中人，迟早是要回去的。江小姐不要多想，这只是苏某的一点心意罢了。江初月一句话已经表明心意，苏恒的眼中有些暗淡，但还是将琴谱塞到江初月的手中。他不等江初月再说什么，转身便离开了。在一旁看着的崔嬷嬷也忍不住走上来说道：小姐，老奴看这位苏公子倒是一位君子。江初月知道崔嬷嬷想要说些什么。苏恒为人谦和有礼，不重视外貌，是很好的夫君人选。然而江初月已决定将个人情感置之度外，他此生唯一的目的在于复仇。江初月带着崔嬷嬷闲逛到很晚才返回胡府，刚到门口，江初月便察觉到那些下人眼中的异色。崔嬷嬷，我的镯子似乎刚刚忘到茶馆了，能否辛苦你帮我去拿一下？好的，小姐。江初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寄养在我们胡家，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送你去书院读书，结果你还恩将仇报，竟然当众给孟雅难堪。姑母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今日不过是学堂比试罢了，何来所谓的羞辱？就是你这个贱人，之前装作不会抚琴的样子，害我在今日比赛中丢人。忽然，胡梦雅看见江初月的怀中藏了什么，一把将江初月怀中的琴谱扯了出来，一眼就认出那是苏恒的东西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？那你应该问这东西的主人才是。胡梦雅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勾引苏公子。娘，你要给女儿做主啊！今日他害女儿出丑还不够，竟然还勾引苏公子。胡氏自然是巴不得胡梦雅能够嫁入苏家的，如今江初月却坏了好事，岂能善罢甘休？江初月，你竟然如此不知廉耻，给我跪下！算时间，人应该快到了。你是聋了吗？听不懂我说的话？就在这时，胡梦雅突然觉得全身奇痒无比，殊不知是江初月早在琴谱上撒了药粉，这药粉会令人浑身瘙痒难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梦雅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不知道，突然好痒，痒死我了。胡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总觉得跟江初月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四周的家丁已经拿起棍子来，这棍子不粗，可抽打在身上，却会留下一道道红紫色的痕迹。你们谁敢？你以为你还是尚书府的大小姐呀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被送到这里，尚书府就从未打算将你接回去。有没有人来接我？你说了不算。胡氏感到惊讶，这是江初月第一次敢以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以往的江初月很软弱，而如今的他却像变了一个人。难不成你还指望林家来接你？你那外祖父就算是个将军，可不过是三品官，如今又去了北境。他那副老身子骨要是死在边境倒是好的，要是没死吃了败仗，林家这次可就全完蛋了。这一年北境胡人作乱，江初月的祖父因遭人陷害被派到北境，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赢的一仗，所以二夫人才敢将他送到林州，而只有江初月知晓，林家不仅没有完蛋，还变成了定北侯府。忽然，管家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。夫人，来了，林家来人说要接江小姐回街。林家刚说完林家，没想到林家真的会来人。林家来了又没什么好慌的，他们是个什么东西？告诉他们，想接江初月走，没门。这时，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进来。胡夫人怕是林州这小地方待久了，消息不太灵通吧？是你。胡氏没想到来的竟然是方嬷嬷，这方嬷嬷算是林家半个管家，很得林家器重。一个下人而已，也想到本夫人面前造次。老奴是不敢，可你如此欺辱当今侯爷的外孙女，也要看侯爷答应不答应。胡夫人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侯爷在北境立下赫赫战功，凯旋回京，已经被陛下封为定北侯。方嬷嬷，这其中怕是有误会。刚刚我跟初月不过就是在开玩笑罢了。玩笑？你当老奴这么好糊弄吗？娘，跟一个奴才废话这么多做什么？那个贱人把女儿害成这样，一定要把她的腿打断。还没说完，胡氏一把捂住了胡梦雅的嘴。胡梦雅从小出生在林州，哪里懂得什么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？那既然如此，就如胡小姐所说，打断双腿好了。方嬷嬷，放过梦雅吧，她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打就打我好了。方嬷嬷，姑母爱你心切，不如就成全她吧。好的，小姐，你的心眼也太好了。随后，
胡氏被侍卫强行拖了出去，随之门外传来他的哀嚎声。考虑到胡家的官宦背景及外祖父新封侯位所引来的关注，因此胡氏仅受到了轻微杖责作为警告。方嬷嬷，咱们从滨州走如何？小姐，这是为何？去了滨州，要绕好大的圈子。听说滨州盛产瓜果，我想带一些给祖父。记得当时回京之路并不顺畅，大怒遇袭，方嬷嬷为了保护我还挨了一刀子。当时不知是何人所为，以为只是碰巧遇到山匪，可现在看，只怕是有人存了心，不想让我回去罢了。那就依小姐所言。上一世等到有能力治好自己的时候，这些疤痕已经深入肌肤，无法痊愈。这一世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就是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好端端的生了这样的怪病？忽然，他闻到一股子异香，怪不得这香囊里面塞满了9天寒草，这个东西会加速伤口溃烂，不易愈合。而这个香囊是江婉宁亲手所赠，那时候时常挂在身上。原来你的算计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江初月心中充满了恨意，随后拿出他调制好的一瓶药膏，一点点的涂抹在脸上。几日后，一行人到达滨州，江初月的脸已是光洁如初。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美人，容貌根本不输给江婉宁，因此怕多生事端，并没有摘掉面纱。谁？不想死就别说话。明明换了路线到滨州来，怎么还是遇到了刺客？江初月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他忽然嗅到一丝血腥气，想都没想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来。别动！你身上有血腥气，说明身上有伤。右手有茧，却左手持剑，受伤的位置应该在上左臂到肩膀的位置，脉象虚浮，双手发白，绝不只是单纯的受伤，你极有可能已经中毒。如果不赶紧治疗，不出1个时辰你就会死。我可以治疗好你的伤，但同样的，你不能伤我性命。这个女人刚刚是在给我把脉，你有把握？身为医者，谁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会尽最大努力治好你的伤。躺下，等一下没有我的命令，你绝对不许动，听到了吗？这小姑娘竟如此霸道。随后，男子便按照江初月的吩咐躺在床上，任由江初月将他身上的衣服脱去。男子的身材线条近乎完美，胸膛坚实无比，可江初月眼中只有他右肩上的那个伤口。伤口溃烂，流的血不算太多，可几乎都是黑色的，明显就是中毒。再看伤口的形状，应该是被飞镖之类的暗器所伤，毒素已经侵入肌肤，想要用药物效果太慢。突然，江初月低下身子，准备用嘴吸出毒血。男子愣住了，但他按照江初月的吩咐，并没有乱动。待江初月把绝大部分毒血吸出，再用银针逼出余毒。因没有纱布，他干脆直接扯了自己衣裙上的布料为他包扎。成了，现在伤口还未完全愈合，你最好还是躺着，再过半个时辰应该就能动了。男子这回变得十分听话，点点头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一直注视着江初月。伤口竟然不疼了，一个小姑娘竟然能有如此厉害的医术。男子刚准备道谢，却见江初月竟然在床边睡着了。忽然不知道哪里刮来一阵风，把江初月脸上的面纱给吹落。男子看呆了，随后他穿好衣服，一把将江初月抱起，轻轻地放到了床上，又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放到枕边。就当付你的枕巾吧。小姐，起了吗？咱们要启程了。我马上就来。昨天那个黑衣人呢？该不会是做梦吧？江初月有些疑惑，突然看到了放在枕边的玉佩。这玉佩看起来价值不菲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可倘若真的身份不俗，又为何受了如此重伤？罢了，等将来有机会再将东西还给他。小姐，你的裙子怎么破了？江初月不知道如何解释，倒是一旁的方嬷嬷早有准备，因为知道他在灵州肯定会受苦，所以来的时候衣服首饰倒是一样都没落下。待江初月换了一身新衣服出来之时，所有人皆是眼前一亮，这才是嫡出大小姐应有的样子。姑娘，你跟亲哥小姐的身段都是一样的，只可惜。放心，等回了京城，侯爷一定会找最好的大夫来治好你的脸的。江初月微微一笑，却依旧没有将自己的脸已经恢复的事情说出。在滨州采购了不少花果之后，一行人便再次快马加鞭往京城赶了。滨州距离京城不算太远，大约不到2日的功夫就到了京郊附近。忽然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停车！哥哥。月儿，
眼前的是江初月的表哥，林府的长孙林许，年仅20岁就已经军功累累。哥哥，月儿没想到还有见到你的一天。月儿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江家虽然将你送去灵州，可兄长和祖父无论如何都是会将你接回来的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再叫任何人欺负你。江初月点了点头，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因为他有太多的话无法告诉林许。月儿难道是不相信兄长的话？信，哥哥说什么月儿都相信。可惜了，月儿花容月貌，怎么偏偏生了这样可恨的怪病？哥哥别觉得可惜，妹妹倒是觉得是好事。正所谓祸兮福之所以，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走过来几个人。林公子，大小姐。哼！听着声音，江初月本能地感到厌恶。说话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二夫人身旁的张婆子。这张婆子平日里仗着二夫人的气重，在江府狐假虎威。多少次江初月所受的折磨，都是张婆子替二夫人使的坏。刚刚只顾着跟哥哥相见，却忘了这茬子事情了。上一世在回来的时候，原本准备和哥哥回林府看望外祖父，可江家得知我回京的消息，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也派了人来接。当时不愿意父亲被人耻笑，更不愿意江家和林家闹出误会来，所以委曲求全，先回了江家。可回去之后，却是被父亲罚跪在院中整个晚上。当然，这中间不乏姨娘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关系。张婆子很快说明了来意，林许陷入了沉思当中。按照纲常论法，江初月回京肯定是要先回江家的，于是他便询问道：“月儿，先去哪边？你来决定吧。”自然是先去看外祖父。大小姐，这不合适吧？你刚刚回京，府上的饭菜可都准备好了，尚书大人也一早就回来了，老夫人还亲自交代，让你务必尽快回府上去。哼，我可是清楚地记得当时着急赶回府去，所有人却早已用膳完毕，甚至连父亲迟迟才归来。归来后，除了责罚，连一句询问的话也没有。还没等江初月开口，林许便出言维护道：“月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何必说这些话来跟他施压？”如今林家风头正盛，张婆子就算心中再不满，也不敢跟林家大公子林许顶嘴，只能闭上嘴巴，然后盯着江初月，警告着他。可江初月似乎完全无视了张婆子一帮，扯了扯林许的衣袖：“哥哥，咱们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大家等急了。”月儿，咱们走吧。张婆子心中不快，正欲阻拦。如今是侯爷一家要团圆，你一个下人难道也想阻拦不成？方嬷嬷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也是老夫人和尚书大人思念大小姐，所以才……这话方嬷嬷就更不相信了。倘若真是思念，怎么会将人扔在灵州那种地方？既然如此思念，那就先等等，总会有相聚的时候的。说完，方嬷嬷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呸！什么狗屁大小姐，你给我等着！江初月跟随表哥回到定北侯府，一家子团圆，其乐融融。可另一边，张婆子添油加醋的将在城外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。二夫人王佩如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够了，月丫头回来了，让她即刻来见我。”江老夫人已年过7旬，生有3儿1女，其中2个儿子并不出色，依靠江文翰的关系谋取职位，女儿则远在灵州，因此江老夫人现在所有的指望都在江文翰的身上。那死丫头没有死在灵州是咱们失算了，不过就她这样如此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看来也不需要咱们做些什么了。夫人所言极是，说到底这大小姐也是仗着如今有定北侯府撑腰，才会嚣张至此。哼，侯府又如何？说来说去，她始终还是姓江。小姐，你可要小心，二夫人她……大小姐，老夫人有请。崔嬷嬷也看出了不对劲，害怕江初月被责罚。小姐，要不就先说身体不适，不要去了。无妨。虽说江初月是嫡女，江老夫人也是江府少有的明事理的人，可父亲和祖母都是更偏爱江婉宁多一些。你还知道回来？给我跪下！众人都看向江初月，眼中尽是讥讽和嘲笑。月儿归来，给祖母、父亲大人问安。原本江文翰的意思是罚跪，可江初月这样一说，反倒成了正常叩拜的礼数。月丫头回来就好，只是有一件事，祖母想亲自问问你。今日在城门外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要先去林家的。正是。混账！不过是1年没有在家中，是不是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？老爷，你消消气，想必初月也不是故意的。谁不知道如今林家在京城风头正盛，就算今日不是初月，换做其他人也是自然会先去林府的。还有初月，你也是，就算林家封了侯，你也不能如此堂而皇之，置你父亲的颜面于不顾。若是今日这事传出去，旁人还不知道要怎么耻笑呢。你若心中还有江家，还有我这个父亲，
林家派人去的时候就不应该答应回来。当初送你去灵州，就是为了给你养病。林家一声不吭将你接回，弄得好像是江家亏待了你似的。哼，没有亏待吗？若当时得病的是江婉宁，会舍得送去灵州，1年来不闻不问吗？父亲，女儿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。月丫头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有什么苦衷？祖母，林家派人去接月儿回来，并非是因为觉得月儿在灵州受了委屈，而是因为外祖父他病重。一句话，众人皆是沉默。北境一战，林红的确是受了不轻的伤，也没露过面。而他归来之时，林红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。月儿没有胡说，若父亲不信，可以去询问宫中为外祖父诊治的太医，因为外公他身体有恙，所以舅舅才会着急将女儿接回京中来。北境之战之后，林红的确没有路过。所以说你在城门外坚持要先去侯府，是因为此事。正是，月儿归来，自然是要先回府的。可是事出紧急，只能先去外祖父那里。林红有病在身，江初月去定北侯府，名正言顺。旁人知道了，也只会夸他有孝心。但江家却意外派遣张婆子到城门口拦截他，如此一来，却变成了江家派人去阻拦他看望重病的定北侯。张婆子，谁让你去的？回老夫人。奴婢。张婆子一脸求助地看着王佩如，王佩如也吓得连忙解释：母亲，儿媳事前并不知情啊，儿媳就是想着初月回来了，那么咱们江家肯定是要派人去接的呀，儿媳当真就是一片好心。不对啊，张婆子，你不是说这都是祖母的意思吗？老夫人，奴婢当时也是迫不得已，不知道侯爷病重，只是想着用什么办法能让大小姐跟奴婢回来，所以才会。够了。江老夫人沉着目光，不悦地瞪了王佩如一眼。侯爷病重在身，我们江家和林家身为姻亲，竟然毫不知情，反倒是让一个姑娘家的扛下这么大的担子来。月丫头，这件事你做得对，亏得今日你先去了侯府，否则旁人知道了，还不知道要怎么嚼舌根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却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母亲，你好糊涂啊！婉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母亲，我们知道您是为了月姐姐着想，想着第一时间接她回来，不愿意她受苦，也可旁人未必就会这么想了。一句话就将整件事变成了是王佩如的无心之失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江初月，声音几乎哽咽：“姐姐，你在林州受苦了。其实当时妹妹真想跟姐姐一起去，只是心中实在是放心不下祖母。如今见姐姐平安回来，妹妹我当真是欢喜。说起来这件事都怪我，若非我挂念姐姐，时常在母亲面前提起，母亲也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所以千错万错，都是宁儿的错。”原本江老夫人还打算对王佩如问责，可江婉宁的几滴眼泪就把她的心都给哭化了。你丫头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件事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你心地善良，挂念长姐在外，祖母都是知道的。看江老夫人如今的样子，也是不可能再去惩治王佩如了。说到底，这件事不过是家事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江老夫人也不会将此事闹大。但既然是做了，就务必要将这件事利益最大化才好。祖母，这件事的确是不关二夫人的事，二夫人一直以来都对月儿视如己出，否则当时月儿重病在身，二夫人也不会费心费力的将月儿送到林州去养病了。众人沉默，看江初月那笃定的表情，还真的分辨不出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讽刺，而江老夫人却听得出来这话的言外之意。月丫头，这一年来你也的确是受苦了，如今回来了，你是江家的嫡女，江家自然是不会苛待你的。这一年来，京城中人早就淡忘了江初月，嫡女2个字已然为江初月证明。随后，张婆子便被拉下去家法伺候。小姐，老奴刚刚听人说那张婆子已经彻底的不中用了，只怕二夫人这次是要记恨上你了。这张婆子可是二夫人的心腹，她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就算没有今日之事，二夫人难道就会不记恨我吗？小姐，以后咱们还是要当心。你放心，福烟阁老奴一定会盯紧的。福烟阁是江初月的生母生前所居住的地方。林清哥去世之后，王佩如说为了纪念大夫人，所以让福烟阁保留着原来的样子，因此这么多年来早已是年久失修。而江初月离家1年，福烟阁就更是寥落。小姐，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，老奴这就告诉老夫人去，让老夫人替小姐做主。崔嬷嬷，你去祖母那里告状也是没用的，二夫人只会说是突然知道咱们要回来，所以来不及收拾。那小姐，你也不能。看着空空荡荡的床板，崔嬷嬷发愁得很。二夫人那里去不得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去得的。江初月神秘一笑，
附在崔嬷嬷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还是小姐的主意好，老奴这就去。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没有本夫人的允许，谁准你给她东西的？夫人，她毕竟是大小姐，如今她身边的崔嬷嬷亲自来要，我也是推脱不得啊。什么大小姐？才一天，你们一个个都翻了天不成？王佩如气急败坏的憋红了脸，她原本是要给江初月一个下马威，结果现在人家直接绕过她拿东西。娘，恕女儿多嘴一句，您可犯不着在这点小事上做手脚。他就算回来又如何？这府中早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。宁儿，娘也是害怕呀。女儿知道你在怕什么，你怕如今有林家撑腰，他会不好对付。王佩如点了点头，这您就多虑了。这里是江家，在林家有机会插手之前，恐怕江初月早就已经……既然祖母都那样说了，母亲何不顺水推舟，送东西的同时，也送几个人过去，不是更好？还是宁儿你的主意好。福烟阁那种地方如此偏僻，谁能保证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？宁儿，你跟太子殿下进展如何了？王佩如一心想让江婉宁高嫁。3个月前太子妃病逝，太子萧白羽十分伤心。若这个时候江婉宁能安抚住太子的心，那么成为太子妃就指日可待。娘，你别着急啊，女儿现在刚去书院，都还没有来得及跟太子说上话呢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凭借宁儿你的姿色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大小姐，夫人说小姐院子里缺人手，所以便派了雪雁和翠竹这2个丫头过来。既然是派人来，为何不派从前服侍小姐的清平？崔嬷嬷很清楚，这翠竹之前是在王佩如的房中服侍的，恐怕没安什么好心。清平姑娘如今在老夫人院中烧火，自然是不能随便派到别处去的。哼，二夫人有心了，无需崔嬷嬷提醒，江初月自然比谁都清楚上一世发生的种种。这位翠竹姑娘可是功不可没。待李嬷嬷走后，江初月便安排翠竹去打扫院子。翠竹气得直咬牙。翠竹是江府的大丫头，平日里在王佩如房中都是干一些不怎么费力的活，如今被派到这里，却要做打扫院子这样的体力活。嘿，长得这么丑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江家的嫡女了。等找到了你的错处，立了功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小姐，你要去哪？老奴也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去就回。如此神神秘秘的，肯定是有鬼。随后，江初月离开江宅，翠竹便悄悄跟了上去。江初月此行是为了前往梧桐山寻找一种名为连尾花的草药，这种草药能帮助治疗他外祖父的腰伤。由于熟悉梧桐山复杂的地形，到了梧桐山后，江初月便轻易地甩掉了翠竹。哼，到了晚上豺狼虎豹数不胜数，看来你要自求多福了。哥哥，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为兄正想着去看看你呢。江家的人可有为难你？月儿在府中一切都好，我今日是专门来送东西的。这是之前月儿在林州那里的神医处学到的一个偏方，将这个药膏涂抹在患处，若有腰痛肩痛的毛病，2、3日就会好了。月儿有心了。是齐王，真的是齐王，齐王殿下回来啦！齐王？莫非是那个齐王？当年先帝病重时，夺嫡之争堪称惨烈，大多数皇子或死或被流放，而齐王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。他不仅安然无恙，还被现在的皇帝封为齐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据说齐王不仅身份尊贵，而且相貌出众，明明20有余，却至今未娶，称得上是全京城女子的梦中情郎。但听闻齐王殿下向来行踪神秘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。齐王殿下，齐王殿下来了！今日到底是撞了什么大运，竟然能见到齐王殿下？关键是他的容貌不知道比传闻中要英俊多少倍不止。眼看这些女子如此夸张，江初月也不由得对着齐王殿下好奇起来。殿下，那不是定北侯府的林公子吗？旁边的那位莫不是？林州一行，连秦风都对这位江家小姐有了印象，她的情谊实在令人难忘。都说江家大小姐毁了容貌，如今旁边的女子戴着面纱，她便可以肯定是江初月无疑了。齐王萧景行也往人群中看了一眼，只是一眼，他便在人群中注意到了江初月。传闻齐王为人雷厉风行，杀伐决断不在话下，而这双眸子果然名不虚传。可不知道为何，竟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。啊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总觉得好像齐王也在看我，一定是错觉。先不说上一世都不认识齐王，这一世才15，又怎么可能跟齐王有什么交情？江初月愣愣地看着，他深知这齐王是不能招惹的存在。想着，江初月连忙低下了头。此时，萧景行的马车已经渐行渐远。江初月抬起头，看见林许还看向那马车的方向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
哥哥，你认识齐王殿下吗？上次在安国公府见过一次，放眼整个北周，为兄最佩服的就是齐王了，文韬武略，怕这世上还没有他不知道的事。月儿，你想吃什么？哥哥带你去可好？月儿想吃醉仙楼的鸭子。为兄一早就料到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月儿喜欢的一点都没变。走，为兄请客。小姐，翠竹不见了。翠竹是江府大丫头，才来这里1天，人就不见了，真有个3长2短。二夫人肯定会拿这件事来做文章。许是翠竹姑娘有事，晚些自己就会回来了。倘若翠竹死在梧桐山，死了也就死了，若是活着回来，倒是更好。那翠竹毕竟是二夫人房中的人，既然人不见了，二夫人早晚也会知道，不用刻意掩饰，反而显得咱们心虚。另外，找几个得力的人去梧桐山处寻一寻，或许会有收获，但切记不要暴露身份。小姐，崔嬷嬷，按我说的做就是，我自然是有我的道理。第2日，江老夫人就传话让江初月过去一起用膳。刚到地方，就撞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哟，江初月，一别1年，你竟然还是这个样子。说话的人是江新蕊，江家3小姐，其母为二夫人王佩如。与美貌的姐姐江婉宁不同，江新蕊相貌普通且性格张扬跋扈，头脑简单。妹妹也是一样。江初月，明明都是一个父亲，怎么二姐姐貌若天仙，你却如此丑陋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为何同父同母，二妹妹有倾城绝色，可3妹妹你却如此普通？哼，我再不济，也比你这个丑女强。好了，新蕊，你怎么能这么跟长姐说话呢？容貌长相说到底就是一副皮囊罢了。江新蕊没再说话，眼中却流露出嫉妒和恨意。她虽不像江初月那样在家中受欺负，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姐姐江婉宁作为亲姐妹，在外貌上有如此大的差异，甚至连父母对待她们也有明显的区别。连平时的吃穿用度，江婉宁都要比她好上不少。很快，3人便一同入座。王佩如早早的已经就位。刚回府上可还适应？一切都好，有劳祖母挂心。听说你昨日派人送了不少的东西，连身边的丫鬟都给了月丫头。初月是江家的长女，又刚回府上，儿媳现在管理家中事务，自然是要多照顾的。翠竹那丫头进府的时间久了，最是贴心懂事，有她照顾初月，儿媳也总归是放心一些。你做得很好。翠竹是大丫头，怎么今天也如此这般不守规矩？为何没有跟着初月一起过来？李嬷嬷，去把翠竹找来，本夫人要训话。是。江初月，这下我看你如何解释。老夫人，夫人，翠竹她失踪了。好端端的，人怎么会不见？奴婢不知，刚去了福烟阁，就听说翠竹姑娘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十有八九是大姐对翠竹做了什么，把她逼着逃跑了吧？新蕊，长姐绝对不是那种人，你莫要在这里胡说。初月，当初送你去林州，我可是一番好意啊。就算你真的心中有怨气，大不了对着我来。翠竹她可是无辜的呀。月丫头，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翠竹去了福烟阁，月儿自然是欢心，可不知道为何她才去了福烟阁，人就不见了。许是翠竹是大丫鬟，不愿意服侍月儿吧？一个丫头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？佩如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儿媳不知啊。既然翠竹给了初月，就不是邪风阁的人了。从前的江初月性格怯弱，如今怎么变得如此能言善辩？不过2句话，就让老夫人怀疑到了我的身上。老夫人，夫人，翠竹她回来了。去，把翠竹带过来。没过一会，一日不见的翠竹终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，只是她现在整个人灰头土脸，头发也是乱糟糟的。天哪，翠竹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到底是谁对你做的好事？本夫人一定会为你做主。翠竹这会子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恨意，即便没有王佩如的暗示，她也是要说的。是大小姐，全都是大小姐所为。大小姐因为记恨二夫人，所以才会故意将奴婢害成这样的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是如何将你害成这般样子的？昨日小姐出门，奴婢不放心的跟了过去，谁想到大小姐竟然去了梧桐山那种地方。到了那里，小姐故意将奴婢甩在身后，奴婢最后找不到大小姐，又找不到出路，在那里受尽了苦楚。奴婢所言句句属实，还请老夫人为奴婢做主啊！翠竹，你跟踪我？不，奴婢是因为不放心小姐，所以才跟着出去的，只是想要暗中保护，并不是跟踪。祖母，月儿自知不讨人喜爱，
回到家中已经是不胜欢喜，只想着好好孝敬祖母和父亲，断然没有其他的心思。而且翠竹跟着我这件事我也是不知情的，若我一开始知道，肯定不会放任她不管。府中皆知那翠竹是王佩如安排到福烟阁的，一个奴婢自然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老夫人心中也是跟明镜一般。翠竹，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若不说清楚，我江家自然是容不下你，只能将你卖到别的地方去。老夫人饶命，老夫人饶命啊！你做出这种糊涂事情来，还有脸让老夫人饶命？在训斥完之后，王佩如又压低了嗓音：别忘了，你那亲弟弟还在本夫人手上，该说什么话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回老夫人，并无人指使，是因为小姐让奴婢打扫院子，所以心生怨恨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一个奴婢竟然都敢做出这种事情来，看来江府平时对下人实在是管得太宽容了，以至于一个个都妄想踩到主子的头上来。这样的奴婢闹得江府鸡犬不宁，明日便将他发卖了出去。梧桐山那种地方荒郊野岭，长姐怎么会无缘无故去了那里？听江婉宁这么一说，江老夫人也感到疑惑，一个闺阁女子为何会好端端的去梧桐山那种地方？月儿去梧桐山是因为知道祖母有腰痛的毛病，在灵州的时候偶然得了这么一个偏方，因为其中的一味药草稀有的很，听说只有梧桐山才有，所以才会去了那里。好在是月儿的运气不错，真的找到了几株，然后配成了这个药膏。江初月，祖母腰痛的毛病不知道看过多少大夫都不见好，最后还是二姐求了山上的道士得来的方子，因此祖母的腰痛才能缓解不少。你这个破药膏还是趁早扔了吧。是药3分毒，那汤药祖母每日都要喝，这么长时间也只是缓解并未痊愈。既然我得来这偏方，何不试试？江老夫人也半信半疑，可是这么多年来她被腰痛折磨，日夜不能安寝，哪怕是有一丝希望，她也是愿意尝试的。月丫头，那你就试试。母亲，怎么？你难道是不想让我赶紧好吗？儿媳不敢。随后江初月便扶着祖母去床上躺着，然后将那药膏均匀涂抹在她腰上，并轻轻地按摩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江老夫人只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，腰也不疼了。月丫头，你到底从哪里寻得这么厉害的方子？在灵州的时候，月儿时常挂念祖母，知晓祖母腰痛，常常担心的夜不能寐。知道灵州有一位神医擅长治疗腰痛，所以月儿就日日到他的宅子门口去求。刚开始他还不愿意给，1个月后，或许是被月儿的诚心所打动，就给了月儿这个方子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从前江老夫人只觉得江初月性格怯弱，又无什么才学，这样的女儿做江家嫡女实在是有失门面，而如今却对她有了很大的改观。我在祖母身边百般讨好，才有了今日的地位。可如今江初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药膏，竟然一下子就让祖母另眼相看。母亲，这药膏诡异的很，怕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月丫头不害我，你就觉得不甘心？这夫人的名分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一提到名分，王佩如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尽管江家人都称她为夫人，但她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正妻应有的地位，实际上只是一个继室，经常受到轻视和嘲笑。儿媳不是这个意思。祖母莫气，气坏了身体就不好了，月儿受点委屈不打紧的。我记得清平丫头是从前服侍过你的，就让她回去伺候你吧。还有月丫头也15了，如今回京也不可能终日待在府中，其他的小姐这个年岁都是要去书院读书的。是，儿媳其实最近也在为出月打算。平阳书院的先生曾是老爷的同窗，若送到那里肯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宁丫头和蕊丫头都在松阳书院念书，月丫头是长姐，反倒是要去平平无奇的平阳书院，传出去了要别人如何议论。长姐若是能去松阳书院，那可是好事，母亲自然是会尽力去办的。众所周知，松阳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，入学测试又是出了名的难，而江初月毁了容貌，才学也比较差，十有八九是要丢大人的，这反而是江婉宁最乐意看到的。别出声！殿下，听说江家大小姐要报名去松阳书院了，现在好些人都在议论呢，都说这江家小姐是3流的才学，怎么可能通过书院的测试？她会通过的。连殿下都如此笃定，倒是有些期待了。听说江家那毁了容貌的大小姐今日也要来测试。岂止是毁了容，听说她的才学也十分不堪，这样的人竟然能来松阳书院，这有什么的？
人家现在可是有定北侯府撑腰。谁都知道今日在正式授课之前，要先对江初月等人进行入学测试。很快，江初月等人便已就位，众人也纷纷围观起来。突然，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闯入众人的视线当中，是齐王殿下。齐王殿下，老夫真是有幸，盼得殿下大驾光临，刚好路过，便进来看看。这是在测试。回殿下，今日松阳书院举行入学测试，一共参与测试者11人，可胜出者3人。既然齐王殿下有幸前来，不如就请齐王殿下出个题目吧。如此，那便弹琴吧。弹琴？那江初月输定了。你家那长姐会弹琴吗？别的不敢说，弹琴绝对不会。测试开始，按照测试的规矩，随机抽取顺序依次开始弹琴。弹琴完毕便开始进行评分，分数前3名就算是胜出。江初月抽到的是最后一位上场，待其他人表演完毕，很快便轮到了江初月。江初月那个蠢货什么时候会弹琴了？此次松阳书院入学测试通过者一共3位，分别是薛玉瑶、吴省、江初月。赵疯子，您刚刚怕不是听差了？我家长姐如何能够胜出？她根本就不懂音律。长姐在家中从来不学无术，突然弹的一手好琴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今日评审加上齐王殿下，一共8人，1人听错或许有可能，8人都听错，怕是没有可能。其他人还有异议吗？那好，今日松阳书院入学测试一共3人入围，这3人留下登记造册，其余人等可以先行返回。松阳书院登记造册还需要一些时间，江初月便在这书院散起步来，却撞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萧景元。此时的萧景元还不是太子，而是一个备受嫌弃的七皇子。他的生母曾是宫中洒扫的婢女，只因夜宴的时候周武帝喝多了被临幸，才有了萧景元。他的生母生下萧景元之后便难产而亡。想到上一世萧景元对自己做的种种，江初月不由得心生恨意。在下萧景元，江小姐有礼。哼，虚伪至极，跟江婉宁真是天生一对。看来上一世接近我，恐怕就是早有图谋。原来是七皇子殿下，恕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哈，没想到江家的丑女竟然还会玩欲擒故纵的游戏。此时萧景元的脸色却并不好看，一把拦住江初月的去路。江初月被萧景元的举动吓到，迅速反应，向他撒了一把药粉。原本还在纠缠的萧景元顿时头晕目眩，昏倒在地上。哼，事到如今，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否则被人发现就不好了。齐王殿下，你怕本王？民女容貌丑陋，恐误了殿下的眼睛罢了。你的琴弹得不错，殿下谬赞了，民女的琴艺比不上文昌伯府的薛小姐。看来这小姑娘是准备伪装到底了。不过如此心思缜密、镇定自若的小姑娘，刚刚为何如此慌张？这不是七皇子吗？他怎么晕倒在这里了？刚刚好像听到那边有女人的声音，快过去看看。糟糕，
此时萧景行也看出了江初月的不安，还未等他说些什么，萧景行便一把将他拉入怀中。别出声。齐王殿下，不知齐王殿下在此，多有冒犯，为何如此慌张？我们刚刚路过此处，见七皇子昏死在竹林中，又似乎听到这边有女人的叫声，所以才追过来。这里只有本王一人，并未见其他人经过。或许是我们听错了。既然七皇子昏厥，还不马上让大夫去瞧瞧？是。还好有面纱遮挡，否则这副样子怕是没脸见人了。原来他也有害羞的时候，明明那天晚上给我治伤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多谢齐王殿下，民女还要赶回去同夫子问好，就不叨扰王爷了。小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既然那小姑娘要放一把火，那就为她添上满山的柴好了。长姐，妹妹就知道你可以考进松阳书院的，以后咱们两个就是同窗了。妹妹当真是欢喜无比。哼，也真是难为她，明明心里恨得牙痒痒，还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些话来。姐姐也是欢喜得很，以后日日都可以看到婉宁你了。此时江婉宁的脸色有些挂不住，但还是尽力保持着笑容。两人同在松阳书院读书，江初月的存在对江婉宁来说就是一种折磨。也不知道齐王是何时离开的。好端端的，想他做什么？喏，这东西是给你的。这是今日入学测试，所有人都赌你会输，我只随意压了你10两银子，便赚了足1000两。如此意外之财，理应分你一些。哇，那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倒是爽快，寻常姑娘家突然得了银子，肯定会扭扭捏捏推三阻四半天才收，结果你却直接就收下了。安平郡主美意，我自然是不会拒绝的。沈安平给他银子，他肯定是要收的。再者说，现在的江初月的确是缺钱的很。虽然在江家，王佩如并不敢明目张胆的克扣福烟阁的东西，可是他的月钱却少得可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安平郡主？我跟你好像并未见过吧？听闻安平郡主喜欢穿红衣，所以初月便大胆猜测了。你叫江初月是吧？本郡主倒是喜欢你这性格，不像你那二妹，整日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好像谁欺负了她似的。我看学院里其他人对你颇多议论，若是遇到难事，随时找我就好。那就多谢郡主了。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快瞧这是什么？崔嬷嬷，怎么这么多菜啊？小姐，当然是庆祝你通过松阳书院的测试啊。老奴早就听人说过，那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。若是亲哥小姐还在，定然会为小姐你高兴的。好了，崔嬷嬷，不是还有你陪着我呢吗？你们也别站着了，都坐下吃吧。小姐，这不合适吧？既然你叫我小姐，那就听我的。难道你想要违背我的命令不成？好，都听小姐的。小姐，二小姐刚回来不久，老夫人就派人请她过去用膳，可二小姐怎么也不肯去。后来呢？后来还是去了，到了慈心斋，几乎到了深夜才离开。她是不是哭了？是了，小姐，跟您猜的一模一样。我问了慈心斋里服侍老夫人的红玉，听她说老夫人跟二小姐说了好些话，最后二小姐就开始哭了起来，连外面的人都听到了。走的时候2只眼睛肿的就跟核桃一般。上一世，二夫人和江婉宁见我进入松阳书院已成定局，便开始从其他方面下手。当时江婉宁故作可怜不吃东西，祖母多次询问未果。最后由福临透露给祖母她在书院被人议论之事，于是祖母便提议将二夫人扶正，以提升江婉宁的地位。哼，这一世他们还想故技重施，但我绝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今日为父有一件事情要知会你们。佩如进府已经10几载，一直恪尽己守，贤良淑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虽然在府中一直被称为二夫人，可是该有的礼数尚未完成，如此倒是不成体统。因此为父已经和母亲商议，还是要给佩如该有的体面，以免江家被外人非议。多谢母亲和老爷，我定不负期待，料理好府中一切事务。只要我成了嫡夫人，这江初月就算有定得侯府撑腰，也是要由我来管教的。江初月只是沉默，没有同意，更没有反对，这倒是让江文翰猜不透江初月的心思来。初月，以后你就不能再叫二夫人了，按规矩也要唤一声母亲才是。月儿知道了。哼，这一次就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眼看着王佩如扶正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江初月才终于开始行动。她换上了一套婢女穿的衣服，
原本这种事情交给崔嬷嬷或者清平他们来做最合适，只是风险太高，一旦暴露，反倒是连累了他们。江初月悄悄地溜出府，一路便去了京城一带最热闹的茶楼附近。此时，萧景行在茶楼品茶，一眼便发现了江初月。这小姑娘今天为何会这身打扮，还神神秘秘地来到了这里？秦风，你去看看她要做什么。是，那日殿下追人都追到松阳书院去了，谁成想回来的时候却是黑着一张脸，许是在人家小姑娘那里受了挫。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殿下竟然还有受虐的倾向？江初月倒是一切顺利，不过是花费了些许银钱，便将消息散布了出去。如此，大抵明日之前，消息便会传开。后日就是二夫人正式扶为嫡妻的日子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就且让她再高兴2天吧。不过是片刻，秦风便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全都说了出来。这么说来，这小姑娘处处小心谨慎，处处隐忍掩饰，是因为这些？谁能想到堂堂户部江府，虽算不上豪门显贵，但也绝对是体面人家，竟然还有如此勾当。若是假的，那么江家自然会出面解释。那殿下，咱们要怎么做？你且将消息散到文心书坊去。是。既然那小姑娘要放一把火，那就为她添上满山的柴好了。小姐，可不得了了，现在府中已经乱套了。不用慌，慢慢说。他们都说二夫人还未进府之前就被尚书大人养在一处私宅当中整整2年，后来消息藏不住了，才被接入府中，甚至进府的时候二夫人都有了身孕。哼，父亲标榜自己重情重义，但实际上却在与二夫人情投意合的情况下，仍不顾一切地去灵府求娶我的母亲。在娶了母亲后，却并未履行丈夫应有的责任，反而在外偷偷养着二夫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二夫人怀孕，父亲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，还不知道他会把这一切瞒到什么时候。如今这个秘密终于有机会大白于天下。老奴就知道，当时也不是没人议论，还以为都是谣言罢了。今日再想想，怕这才是真的。小姐，不只是府里，奴婢听说整个京城都在议论这件事。听说这事情是从文心书坊那边传出来的，那帮子文人说的比这不知道还要难听多少。文心书坊，我明明是将消息散布到了茶馆，怎么变成是从文心书坊传出来的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到底是谁散播这种事情出去的？老爷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还有脸哭？这一切不都是你造的孽？母亲说的对，当年若非是你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？老爷，我从前怎么对你的，你都是知道的呀。我那是一片真心呐，否则我一个女儿家如何千里迢迢从临安老家追到京城来？我受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？我为了老爷你心甘情愿，不要名分，遭了多少白眼和指责？娘，外面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这样你儿以后如何做人啊？你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给为父安静的闭上嘴巴，要么就滚回你的屋子里去。说到底，好端端的这种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？姜文翰咬着牙，才恢复一点理智。现在想来，实在是蹊跷的很。王佩如也是这般想，10几年都没事，偏偏明日她就要扶正了，就传出这种事情来。是江初月，一定是江初月那丫头，肯定是林清哥死之前都跟他说了什么，所以他才如此报复我。孽障，那个孽障在哪？还不赶紧让他滚过来！大小姐，她已经在门口了，让她进来。父亲、祖母，那些流言肯定是胡编乱造的，对吧？在月儿心中，父亲如此情深意重，断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。江初月满脸泪痕，目光坚定。原本姜文翰都准备动手了，而此时却不知如何回应。而且看江初月的样子，就好像和其他人一样是刚刚知道的。而江初月的话也提醒了江老夫人，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，并不是全无回旋余地。只要不承认，过去这么久了，谁还能找到证据不成？月丫头，那传言当然是胡编乱造的，你切莫相信。母亲，那明日咱们就再弄得简单一点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想着你当家主母的位置，管过江家的死活吗？祖母，母亲也是为了宁儿我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宁儿的错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宁儿不配。您呢？这件事为父自会想办法来解决，明日一切照旧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让老爷即刻进宫面圣。难不成陛下忽然召见，也是因为这件事？流言从文心书坊传出，已经很是蹊跷，如今又传到宫里，就好像背后有人在助我一臂之力。但总之不是坏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，老爷？
文翰啊，等下陛下问起此事，你一定要全部否认，所有一切都是没有的事情，知道了吗？儿子知道了。老夫人，定北侯府来人了，是林将军亲自来的，只是说要带大小姐暂时到林府去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林峰今日前来，原本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可是中途却听说了姜文翰进宫的事情，定北侯府不便再介入，只是怕万一姜文翰出事，姜家必然受到牵连，所以便想着将姜初月带回定北侯府。姜老夫人得知林峰并非来责难，且在姜家混乱之际，有人愿意带走姜初月以确保其安全，自然不会反对。月丫头，你就且收拾收拾东西，先去定北侯府吧。是，祖母。知道朕为何召你进宫吗？回陛下，微臣进宫之前也是听到了不少关于臣的谣言，那些全都是无稽之谈，都是些没有的事情。你的意思是，京城中关于你的传言都是假的？微臣自幼读书，最是知晓礼义廉耻，如何能做出这等荒唐的事情来？请陛下切莫相信谣言呐！既是如此，为何要将一切事扶正？如此违背纲常伦理。你可知太后最是在意嫡庶尊卑的，如此荒唐之事，在北周简直就是闻所未闻。陛下，这也从来是没有的事情。微臣的夫人去得早，微臣多年来一直心中伤感，不愿意再娶。而那王氏入府多年，臣只是想要将府中事务交由他打理罢了，可从未动过让他做正妻的心思啊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外界讹传了？正是。虽然亲家无辜，但传言是从你府邸而起，你便留在宫中，将那伦常之书抄录一遍，以示惩戒。微臣遵命。